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组合件的入门篇。那一样在这边询问各位，那你学过零件的入门篇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学过的话，请点上面的连结，好，先去这边观看。那你再来进入组合件的话，会比较适合的。那为什么我们运用到组合件呢？那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有时候我们的构想呢，是有好几个零件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这个如果在我们把东西做出来之前，你可能需要去凭空想象或者是用草图来画的话，那这样你可能会比较抽象一点。假设我们如果能把这些零件呢，在电脑里面把它模拟出来组合看看，或者是看它的外形怎么样，那这样子是不是会帮助我们的设计呢？有更顺畅的进行？那这里呢就是组合件的用意。那要怎么做呢？我这边呢先给大家看先前的作品，好像是快速夹钳以及万用扳手这两个作品呢，就是运用到组合件这个环境来辅助设计的。那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组合件的环境。从档案开心档案里面有一个组合件，你点选下去按确定之后呢，就会进入组合件这个环境。那进入这个画面呢，一开始它会要你选择一个你要插入的零件。那这边呢，你就选择可能一开始你要插入哪一个零件，那我就大约示范给大家看。那可能会是这样子让你选的。那这边呢，我先介绍环境，怎么使用，我后面会再来做讲解。那再来呢，我们看组合件的上方列这里呢，有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意思呢，就是你有多个零件，它里面会有结合条件，你要怎么去限制它们组合在一起这边都可以去选择的。以及这里有一个直线复制排列你打开来看呢，里面有好几个选项。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了那如果有说明到的话，我后面会再来讲解。以及移动零件以及旋转零件这里呢我们在入门篇是不会介绍到这里的我后面会跟大家讲解怎么样使用滑鼠来取代这两个指令。那这边呢，它还是会有其他的用途，那就不在入门篇的范围里面。那剩下的呢也是比较不适合入门篇的我大概会讲解到这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评估，那评估里面呢会有一些东西，好比说你可以去看它的质量、重量、质量中心，或者是你去量测它的宽度大小，以及你要来看说它两个零件有没有干涉等等的这边都可以从这边去观看。再来，我要介绍组合件的环境要怎么去运用它呢？首先，我们开启组合件的环境之后呢，一开始呢会有这样的画面，它会要你选择一个零件来做固定。那假设我是选择这个要固定。那你可以直接滑鼠随便左键点一下去做固定的话，或者是像我习惯呢，是会把眼睛这边的检视原点打开之后，让零件的原点跟组合件的原点呢结合在一起。那预设第一个零件进来，它会做固定的动作。那这里呢这样是非常方便的。再来呢，我们插入我们第二个零件。那一旦我们有两个零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结合条件给它限制了。那就是从组合件的上方列这个回纹针这里，你把它按一下，就有结合条件的选择。那我先介绍第一种是重合、共线、共点。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两个线它可以重合在一起，两个面也可以重合在一起，点线面怎么样搭配都可以，它就是两个把它重合在一起。那这里呢？那先前可能在入门篇我有跟大家解释说，一般我们在生产填料的时候都会习惯用两侧对称嘛那这个原因呢就是用在这里。那这里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我们从这里看到有一个组合件，你把这个三角形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你两个组合件，你可以分别再把它打开。这里呢我们选择基准面与基准面做结合。那我们就用 Ctrl 选起来，把两个上基准面选起来之后呢它就会去做重合的动作。那你按打勾之后它就是已经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那我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是在零件的时候就是做两侧对称的话，那它这两个组合之后就是会自中的情形。那就是为什么在零件的时候会习惯这样做让它对称，这样子在组合件组合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当然这个后续呢还是会有
更进阶的，那这边入门篇就不再另外探讨。那再来呢，来介绍第二种，一样进入结合条件。第二种呢，是互相平行。那这边呢，我假设我这两个要平行好了，我这个面与这个面要做平行，那你就直接把它选举起来。预设它可能会是重合的，那你可以点选互相平行，好，或者是互相垂直，好，那这边细节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哦。那这边也是蛮容易的。再来呢，我来介绍下一个，是相切。那相切的话呢，我以这个圆弧来做示范。好，它就是圆弧与平面。你点选起来之后，它就会做相切的动作。我们按打勾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好，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呢，你按滑鼠的左键，你可以去拖移它，你会发现说，它相切之后呢，还是能移动嘛？它的意思就是它是做这样的结合。有时候这种结合方式也是蛮方便的。那一样给大家去尝试。那这边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从零件这边呢，它有一个结合与组合键嘛，你从这里打开，你可以看到它的结合条件。假设你结合完不想要了，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按 Delete， 你一样可以把结合条件给它删除。删除之后呢，它就没有限制了。那再来我介绍下一种，这里呢是同轴心这里也是蛮常用的，意思就是你要选择两个圆柱或者是圆的边线等等的。那你按打勾之后呢，它已经是一个同轴心的结合了。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同轴心嘛，这个也是蛮常用的指令。那我再继续往下介绍。再来呢是线平行相距嘛，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选择两个面，我要让它的距离是多少。那这边呢，就是也是蛮容易的就有点像互相平行这样子，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尝试了。然后以及这个角度，那角度这边刚好我可以来做示范。它就是选择两个面呢，我要让它的角度是多少？选完之后，你把这里打开之后，你可以去输入角度。假设我要多少的角度你可以从预览可以看出来。那这边有反转尺寸或是结合的相反，这样子你可以去尝试它看一下哪一个是你要的，或者是输入角度去改变都没有问题的。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一下。那最主要呢，组合键它的结合条件呢会以刚刚介绍这几个为主。我再显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入门篇是主要以这几个为主。那锁住这边呢，因为不常用，那我这边就没有介绍。那这边呢，就留给大家去尝试一下。这边呢，我还是要呼吁各位要去使用它，练习它，那你才会清楚指令该怎么去使用。接下来我要介绍上方列的几个指令。那首先呢是复制排列那这边呢，我们在组合键是比较少使用到的。那偶尔会用到，会用在什么时候呢？各位去思考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会用到？有可能是我们在组合螺丝的时候，它可能孔位是蛮固定的，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那它做的方式呢，我就粗略的示范一下。你选择你要的零件，以及方向。那方向呢，我假设是这个方向好了。它有两个方向，它其实跟直线复制排列很像这边细节我还是给各位去尝试。那我这边只是稍微做个示范而已。我要复制的零件是这一个它这样子呢会预览出来。我假设是这样的复制的方式。那你按打勾之后呢，它就会直接复制出这样的零件出来。那我们其实蛮少使用这样的指令的最常使用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的产品它是有包装的，那包装之后呢会有指向的外形那如果我们是要出货要装柜的时候，我们就很常会用到这个指令。在出货装柜的时候，在画装柜图这个地方是蛮适合的。再来呢，我来介绍的是
移动零件以及旋转零件。那这两个呢，因为它有其他的用途，好，你点选它会有其他的用途，那就不在入门篇的探讨里面。我直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用滑鼠来取代这两个指令。首先呢是移动，移动的话，你可能会想说，那就按它然后去移动嘛。那其实用滑鼠也是可以的。你用滑鼠的左键按住你的零件，你直接移动的话，它是可以做拖移的动作。第二个呢，你按滑鼠的左键，一样按住你要的零件去做旋转或拖移，它就会有旋转样式出来的。所以只要你用滑鼠呢，其实可以取代这两个零件的。那入门篇其实这样就够用了。那后面如果有进阶的话，我会再跟大家探讨。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估这里。评估这里呢，会有一个量测，一个像卷尺的东西。量测其实我们蛮常在组合件使用的。有时候我们在组合件的环境呢，我们可能忘记说这个孔位有多大你不需要再回到零件的那个界面，然后再去看说我这个孔有多大。你其实从组合件就可以去观看了。你用量测的话，去选择这个圆柱呢，它就会显示是这个直径呢是多大或者是更快速一点，你可以是点选这个边线，然后你看这里，它直接会显示出来你点直线也可以它这边也会显示出它有多长当然有时候你可能去量测说它的厚度多少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用量测的方式，我点两个面可以去看它的厚度它就会显示出来或者是角度假设是这样子，这两个面的角度是多少那这边也显示出来是120度嘛那量测是蛮常使用的。不然有时候我们如果要回到零件的界面的话，那这样一来一往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了。那有人可能会询问说，那我要怎么从组合件回到零件呢其实蛮容易的。你在这边呢按滑鼠的左键点选一下呢，这里有开启零件，它就会跳回组合零件的界面，或者是你直接在这个零件的这里点一下一样有一个开启零件一样都可以跳回零件的那个界面。那这边就细节给大家去那个尝试了。那接下来呢是一个物质特性，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这里可能需要让你重新整理。那你点进去之后呢那里面都会有一些特性好比说它的质量是多少，体积是多少，表面积是多少等等的这一些数值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知道说，假设它的重量是多重，或者是它质量中心在哪里，你可以都从这边去观看的。好，那这边呢细节就让大家去测试一下。那有人可能会想说，那重量的话我要怎么样才会清楚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去零件那边设定材质，那这边呢就不适合入门篇，我就不另外探讨。那接下来呢再来是介绍一个干涉检查。干涉检查这个我们也蛮常使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组合完零件之后呢因为零件它是在 3D 里面，它如果两个已经做碰撞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知道它因为它是直接在电脑的世界结合的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清楚说它到底有没有碰撞在一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干涉检查去做计算它就会告诉你说它有没有干涉呢？如果没有干涉就是我们要的嘛你这样一开始预设呢，它是选择所有的零件，那你也可以把这边呢选择说，我只是单纯这两个零件要去看干涉检查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零件非常多的时候，它运算会比较久。那如果单看几个零件，你可以选举起来再去做计算，这样子也是 OK 的。好，那这边呢我就介绍到这边，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好，那再来呢，我来总结一下组合件的运用那这边呢稍微补充一下刚刚前面没有提到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把零件给它透明的话，怎么使用呢其实还蛮容易的。你点一下零件之后，这边有一个变透明你把它再选一次，它就会变成不透明。那你选一下呢，会变透明，或者是你要把它隐藏这边都可以的假设这样隐藏不见了，我要怎么选回来呢？其实你从左边这边的那个零件的特征列这边，你把它看到这边已经被隐藏了嘛，你一样点一下，再把它显示出来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就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用法。
那组合件它的用意呢，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构想先试试看到底它行不行呢？因为我们还没做出来嘛，还没做出来之前呢，我们在想象的时候都比较抽象一点。那组合件呢，它就会辅助我们的设计。有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预留一些空间的，像这里我让大家看一下，像这里需要有空间去做组装的嘛。那如果你是在设计的时候是没有给它预留空间的话，那这边呢，你做出来可能会有问题的，你可能会没办法组装。那这边呢会比较有一些机械的设计的一些原理，那各位呢这边就可能要去思考一下。那我们常常在使用组合件的时候呢，会停留蛮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把零件画完之后，在组合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在组装的时候，你反而要去思考说，你的组装步骤要怎么做。那你的组装步骤呢，有可能就会影响你零件的特征，它可能外形要怎么样。所以其实呢，我们去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的零件可能有一些缺口，有一些圆洞，或有一些其他的外形因素其实它都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很多时候呢，是因为组装步骤或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其实零件呢，它个别有个别的功能。我们其实如果这样去用组合件的环境来尝试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说，原来零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的。好，那这边呢，组合件的介绍入门篇呢，就告一段落了。那这边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到底下来留言那这边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